这几天股市修正，看来是入场捡便宜的好时机了。刚好最近存了一些钱，来看看哪几只可以带我飞高高好了。怎么每只股票还是要好几万起跳？算了，我看我还是再多存一点钱再投资好了。A few moments later. 先生，最近续约换最新的 iPhone 16有优惠方案，只要加价2万就能把新手机带回家哦。听起来挺优惠的，刚好最近手边有些钱，现在的 i14也用了快2年了，不然就换吧。错过这次续约，下次又是2年后了。线上旅展，来看看，优惠只到今天。我抢到日本3天2夜只要原价的3折，刚好好久没和女友出去放松了，也还有一些存款，可能老天真的是为我准备，怎么能放弃呢？你也曾经历这样的阶段吗？好不容易存了一些钱，却发现没有几只股票自己买得起，最后想想还是存多一点钱再投资好了。结果不久后又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，存款又不见了。别担心，今天要分享小资金也能参与股市的3种做法，让你现在就享受投资获利，不必一等再等，等到那个对的人。一等再等，你就是我等的那个人。等到对的时机才开始投资，想了解的话就看到最后吧。第一，买零股。对一个小资族来说，一个月要存几千块不容易，尤其是股票，买一张台积电要将近100万元，总是让很多想投资的人却步。在台湾，常见买卖股票的单位是1张，而1张就是1000股。但如果资金不足，也可以选择买卖最小的单位是1股，只要不足1000股的买卖就称为零股交易。只要持有零股，就可以算是该公司的股东。因此，对于社会新鲜人或小资族来说，买零股也是一个不错的投资选择。以下我整理了3个购买零股的优点。第一，投资门槛低。台湾自从开放零股交易后，投资门槛变低，让许多人不必像以前一样存到一大笔钱才开始投资，然后手边有一些零用钱，可以马上参与股市。第二，一样享有公司配息。对于会配息的股票，即便只买零股，依然会收到相对应比例的配息。虽然与整张股票相比，股息看似比较少，但积少成多，定期购买的话，长久来看也能累积不少的股票。第三，享有股东福利。前面提到，即便买零股也属于该公司的股东，因此有些公司也开放零股投资者参与股东大会，领取股东纪念品等等。第四，可以分批买入。买股票时，有些投资人不会一次投入所有资金，当股价下跌时，会先买一些，倘若价格持续下跌，则会再持续购买，摊平买进成本。比如我在台积电1000元的时候先购买1股，后续跌到900元的时候再买入1股，那么我平均的持有成本就会从100元变成950元。如果持续下跌，持续买进，买入股票的平均价格就会越低，而买零股就可以比较没有负担的做到分批买进。说完优点，当然零股也有自己的缺点，或者说相对需要注意的地方。第一，想买不一定买得到，零股是限量的，而且是有买卖价格、集合竞价撮合的流动价格，有点像是黑尾鱼的竞标现场这样，谁出的价钱高就更容易买到。因此能买到的价格不一定是市场当下的价格。例如某一只热门股今天在零股市场上只有200股要买，而目前的市价是1000元，但可能因为想买零股的人超过200个人，所以要出价超过1000元才有可能顺利买到。第二，手续费相对较高。零股手续费与一般股票一样，都是收 0.1425% 的手续费，但因为零股的交易金额通常较低，如果手续费换算下来不到20元，通常会以最低20元计算。例如只买1股1000元的台积电，以 0.1425% 的手续费计算，只有1点多元，不到20元将会以最低20元计算，那等于换算下来手续费高达 2%。 那这样反向推算，如果想要零股交易的手续费要比较划算，这交易至少要买卖14035元以上比较划算。当然有部分券商也会推出零股的手续费优惠，大家也可以比较参考。第三，盘中交易单不能留到盘后交易。零股的交易时间分为2种，盘中交易与盘后交易。盘中交易只能挂限价单交易，也就是一定要出价，假设顺利买到就算了。
若在盘中交易时没有顺利买到零股，那这张出价单也不会留到盘后自动交易，需要重新挂单。但因为盘后交易的时间是1点40到2点半，因为是上班时间，容易导致许多上班族容易错过或忘了挂单，常常会有买不到或错过最想要的时机的状况发生。以上就是零股买卖的优缺点，也是让本金少的朋友参与股市获利的第一种方式。第二种，投资相关的 ETF。假设你想要投资台积电，但一张将近100万，许多投资人都没有办法购买。因此，本金少的投资人除了购买零股，还有另外一种选择，就是考虑含积量高的 ETF。ETF 又称为股票型指数基金，它是根据不同的条件购买一篮子的股票组合包。以台湾最大的 ETF 元大台湾50举例，它是追踪台湾市值前50大公司的一档 ETF， 里面包含台积电、鸿海、联发科等等。这些股票称作0050的成分股，因为0050会根据成分股的市值决定比例，因此市值越大的公司会占据较多的比例。以拍片当下举例，其中台积电已经占据0050超过一半，这背后的意义代表0050的涨跌大多来自台积电，投资0050几乎等于有一半是在投资台积电。而目前0050的价格只有167元，大概只有台积电的1/5，因此投资相关的 ETF 也是可以考虑的选择之一。除此之外，投资 ETF 还有另外一个优点，便是可以分散风险。举例，假设你今天不单单只是看好台积电，而是看好整个半导体产业，包括联发科、联电这些未来几年的发展。先不论比例，光是在半导体产业各买一只股票，可能就要将近几百至几千万台币。因此，直接选择半导体相关的 ETF， 可以让人在建立投资组合时有更多的弹性。那说了这么多，按照惯例还是要说明一下 ETF 需要注意的几个地方。第一，分散风险的另一面，也就是分散获利。前面提到 ETF 像是买一篮子的股票，里面可能有你喜欢的表现比较优秀的，也有可能有你不那么了解表现平平的股票。就例如0050，某几档最近涨了很多，但某几档最近却表现不佳下跌了，如此一来整体的获利就会被平均掉。因此我认为，如果你平时不想花时间心力研究各个公司，单纯看好大盘或特定领域的产业的未来发展，便可以直接购买 ETF。但如果你愿意花时间一间间研究各个公司，也有一套自己筛选股票的标准，或许自行挑选建立自己的投资组合是更好的方式。第三，投资 ADR。如果你不喜欢零股限时限量撮合竞价买卖的方式，也不喜欢 ETF 买整个组合包的股票，那么还有第三种选择，投资 ADR， 是美国存托凭证的简称，指的是美国以外的上市公司到美国挂牌上市。以台积电举例，台积电 ADR 就是台积电到美国上市的股票凭证，而不管是台股的台积电2330，或者美股的台积电 ADR TSM， 都是直接持有台积电股票，本质上并没有什么区别。而美股与台股不同的点在于，台股一般买卖是以一张，也就是1000股为单位，美股则是原本就是一股一股的买卖，因此不会像台股的零股交易有限时限量的问题。以台积电 ADR 举例，每次买卖就是一股一股为单位，目前它的价格大约是100多块美金，换算下来大约3-4千块台币，就可以比较无负担的直接投资台积电。而除了台积电，台湾也有少数几家企业有在美国挂牌上市，包含日月光、友达电、中华电信等等。另外一个投资 ADR 的优点，目前美股买卖几乎不用手续费，因此小资金的投资人不需要担心频繁的定期买入，累积起来会有高额的手续费吃掉获利。说完优点，接下来我们来讲投资 ADR 的缺点。第一，需要考虑汇差。如果台湾地区的朋友想投资美股，可以向台湾的证券公司申请副委托，或者直接向美股券商申请开户。前者因为买卖都需要透过台湾券商，因此手续费会较后者更高。而两者因为都是投资美股，需要用美金，因此汇出与汇回台币转换美金的过程，要考虑汇差是否吃掉部分获利。第
第二，有发放股息的股票需要缴交30% 的股息税给美国政府。然后不是美国公民，不论是使用副委托或自己向海外券商开户，倘若投资美股的股票有发放股息，那么在发股息的当下都会被预先扣30% 的股息税。但如果是一买一卖赚的价差，就不用缴税。30%听起来有点多，对吧？但老实说，我自己还是有在投资美股，原因有2点。第一，台股多为电子、半导体产业类股，美股相较之下产业类别较多，许多耳熟能详、发展较成熟的企业，例如麦当劳、苹果，都是我自己平常很常消费的商店。投资一间我熟悉、了解，也真心认可他们商品的公司，我认为很有安全感。但令人安心的股息股较多，相较于看各种技术分析的线图，我个人更喜欢稳稳领股息的投资方式，而且最好是股息可以越领越多的优质股票，例如可口可乐、宝乔、娇生，股息都成长超过60年。以这样的条件来看，美股的选择相对较多，因此我认为，假设你原本就有打算投资美股，那么小资金的朋友投资美股 ADR 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总结本期影片分享了资金较少的投资人参与股市的3种方式，也简单分享了几个我投资美股的理由。其实这几年买卖股票、ETF 和操作选择权的心得下来，我觉得学习投资有2个重点。第一，趁早开户，趁早开始，因为只有把钱真正投入进去以后，开始参与股市的涨跌了，自己才会想要认真学习一套稳健的投资方法。第二，持续存钱赚钱，投入本金。也许有些人已经感觉到了，投资本金小，即便有发股息，也少得没有什么感觉。赚价差想用小本金换高报酬，就要冒较大的风险，还不一定赚钱。因此养成定期存钱投资，让本金配合股息以及价差3者的努力，搭配时间复利下，这样就能比较明显看到投资丰硕的成果吧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内容，希望对你有帮助。想了解更多投资理财、自媒体经营的内容，可以点击下方描述栏预约与我对谈。另外，我还写了一本6大被动收入报告，里面记录了24种常见的被动收入变现逻辑，也可以在下方领取。最后，感谢你们的耐心观看。如果觉得本期影片对你有帮助，欢迎按赞订阅。有其他想说的话，也欢迎留言跟我分享。下次见，拜拜。